想象一下，你辛辛苦苦攒了多年的钱，终于在上海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房子。你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然而，噩梦才刚刚开始。2023年8月21日，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。上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，一个重磅炸弹被悄然投下，上海将率先落地3项制度：房屋体检、房屋养老金、房屋保险。这意味着你不仅要为自己养老，还要为你的房子养老。上海市长信誓旦旦地宣布，第一步，今年先在浦东等区开展试点；第二步，明年全市推开。听起来似乎很有计划，很有远见，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这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底，上海市住房建筑面积超过 7.6 亿平方米。公正市长用一个极其委婉的说法形容这些房子，大量房屋开始步入中老年。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房子也要像人一样交养老金了？当然，政府不会直接说要你交钱，他们总是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。据悉，房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将分为3个部分。首先是公共账户，号称由地方财政出资。但是大家心知肚明，地方财政早就入不敷出，这个账户能出多少钱，恐怕连政府自己都不敢保证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专家私下透露，现在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，还指望他们出钱给房子养老，做梦。其次是个人账户，这才是重点，由业主强制缴纳。没错，你没看错，是强制。一位刚刚还清房贷的年轻人王先生愤怒地说，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30年房贷地狱，以为可以喘口气了，没想到政府又来这一出，这不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吗？最后是补充账户，美其名曰业主自愿缴纳。但是在强制缴纳都已经让人喘不过气的情况下，谁还有余力自愿再多掏钱？一位上海的退休老人李阿姨无奈地说，我们这把年纪了，养活自己都困难，现在还要养房子。政府是不是觉得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住建部建议的收费标准是每平方米 1.8 元至 2.7 元之间。乍一看似乎不多，但是让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假设你在上海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，每年就要额外支付180元到270元，这还只是起步价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越收越多？一位经济学家警告说，别被这个看似不高的数字骗了，这只是开始，一旦这个制度建立起来，以后想涨就涨，我们老百姓根本没有话语权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上海的特色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据住建部副部长董建国透露，目前已经有22个城市在开展试点，其中包括上海、广州和四川等地。广州正在推进试点推行房屋安全保险制度，四川则在试点房屋保险制度。这意味着这场房屋养老的风暴即将席卷全国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，这些试点城市就像是一个个实验室，他们在摸索最有效的割韭菜方式。一旦找到了最佳实践，相信很快就会在全国推广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我们不是已经有专项维修资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收房屋养老金？官方的说法是，专项维修资金已经不足以应对房屋维修成本的逐年增加。但是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。截至2020年末，全国专项维修资金总额结余超过1万亿元。然而，这些钱却没有得到有效使用。北京的使用率仅为 11.6%， 成都不超过 4%， 广州更是低得可怜，只有 1%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，这些钱就像是睡在银行里的巨龙，谁也不敢轻易动用。现在又要收新的钱，谁知道这些钱最后会落到谁的口袋里？
政府强调房屋养老金的必要性，理由是中国的房屋正在快速老化。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截至2020年末，中国存量住房建筑面积高达510亿平方米，共 4.6 亿套。其中，城镇存量住宅建筑面积为292亿平方米， 2.9 亿套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老旧住宅按套数计算，2000年前建成，占比高达 31%。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中国家庭的安居梦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房子正在悄然老去，成为一颗颗定时炸弹。张阿姨住在上海的一栋建于90年代的老房子里，她无奈地说：“我们这房子外墙经常掉渣，楼道里的管道也总是漏水。物业说没钱修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现在又来个房屋养老金。”我们这些退休的老人哪来的钱啊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房屋养老风暴中，房屋保险制度被塑造成一个救命稻草。官方宣传称，这项创新将覆盖房屋建筑建设使用的全生命周期，包含质量风险、安全隐患管控等多方面。听起来似乎很美好，但真相究竟如何？以广州为例，其城镇房屋安全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号称要全方位保障房屋安全。一位广州的市民王先生却不以为然，这不就是变相多收一笔钱吗？我们买房的时候不是已经交了维修基金吗？那笔钱去哪儿了？现在又来一个保险，下一步是不是还要交房屋退休金？尽管官方极力推广这一制度，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。首先是经济负担问题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背景下，许多家庭已经入不敷出。北京的李女士苦笑道：“我们家本来就是月光族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学费，每个月都是勉强度日。现在又来个房屋养老金和保险，我们是不是干脆卖房住桥洞算了？”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项制度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信任危机。过去的专项维修基金使用率低下、管理不透明等问题，已经让许多业主对政府和物业公司失去信心。上海的张先生愤怒地说：“我们小区的专项维修基金10几年来从未公开过使用情况，现在又来个新的钱袋子，谁知道会不会成为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工具？”这项政策还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我们到底拥有多少房屋产权？如果房子真的属于我们，为什么还要不断地为它缴费？一位法律专家表示，从法律角度来看，这项政策的合理性存疑，它模糊了个人产权和公共责任的界限，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。纵观全球，类似的房屋养老金制度在其他国家几乎闻所未闻。在多数西方国家，房屋维护主要依靠业主自治和市场化的保险机制。旅居海外多年的陈先生感叹道：“在美国，我们也要交房产税，但至少政府会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。而在中国，我们交了那么多钱，到头来还要自己操心房子的安全问题，这算什么？”随着这项政策的推行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动荡。一些专家预测，这可能会导致二手房市场进一步萎缩，特别是对于老旧小区来说。一位房地产分析师警告说，未来房屋的持有成本将大幅上升，这不仅会影响普通家庭的生活质量，还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分化。有钱人可以负担得起各种费用，而普通人可能会被迫放弃自己的房子。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养其屋，中国人的住房梦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。房屋养老金制度的出台，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政策，它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在面对老龄化、城市化等一系列挑战时的无力和茫然。正如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感慨的：“我们拼尽全力买了房，以为可以安居乐业，
没想到房子比人还娇贵，不仅要给自己养老，还要给房子养老。这到底是我们住在房子里，还是房子住在我们心里？在这场看似无休止的养房马拉松中，普通中国人的安居梦究竟何去何从？或许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来说，房子这个曾经象征着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避风港，正在变成一个看不见尽头的金钱黑洞。